喺1980年，小紅出生於中國廣西嘅一個清貧家庭。操！怎麼生到一個便宜貨？小紅嘅爸爸講完咗呢句說話之後，就將小紅兩母女拋棄咗啦。喺1992年，自小由於家庭清貧嘅小紅呢，就發奮讀書啦。嗰一年呢，就考到市入邊最好嘅一間中學。上到中學之後，小紅發現自己身邊好多走後門入讀嘅同學呢，都身光頸靚。小紅暗自發誓，我未來一定會成為同佢哋一樣嘅人。自此，小紅就不斷巴結嗰啲走後門嘅同學啦。喺中二嗰年呢，小紅就成為咗其中一個有錢同學嘅第三者啦。嗰位男同學呢，食咗小紅隻豬之後呢，就為佢買咗一對李寧嘅波鞋。呢次係小紅第一次着咗一對有牌子嘅波鞋啊。喺1999年，小紅由於同官二代嘅女同學搶男朋友呢，就引起對方嘅不滿啦。小紅因此受到網絡欺凌，同埋被逼要停學啦。15歲嘅小紅被逼投身社會，去咗一間製衣工廠嗰度做嘢啦。仲未學識點樣用車衣機啦，小紅就同工廠嘅廠長搭上咗啦，成為廠長嘅情婦啦。上完床之後呢，廠長送咗小紅一個 LV 嘅銀包啊，呢個就係小紅第一次擁有嘅名牌啦。好景不常啊，情婦仲未做到2年呢，小紅呢就被廠長嘅老婆發現咗啦。廠長呢就會同小紅分手啊。冇幾耐呢，小紅同廠長分手嘅消息呢，就全個工廠嘅員工都知道晒啦。一啲平時中意小紅嘅男員工呢，開始私底下呢約阿小紅啊。但係平時習慣咗被廠長包養嘅小紅呢，又點會睇得上嗰啲貧窮嘅工人呢？於是小紅諗到一個絕妙嘅方法啊！一個養唔起我就揾多幾個。小紅開始不斷勾搭唔同嘅工人啦。每次發生完關係之後呢，就同對方攞100蚊。喺個1000蚊嘅人工裏邊呢，已經算高薪嘅年代呢，小紅用咗唔夠2個月呢，就成為咗萬元戶啦。1999年，小紅腳踏多船嘅消息呢，就傳遍咗成條村啦。小紅發現自己再揾唔到水魚啦，留唔到喺條村嘅小紅呢，就決定去全中國工廠最多嘅地方東莞打工啦。但係已經成為咗萬元戶嘅小紅，又點會願意由低做起呢？揾咗1星期工之後，小紅就決定咗喺東莞嘅骨場嗰度做嘢。呢一年，小紅18歲。正式從事咗皮肉生意。2007年，中國為咗準備下年舉行嘅奧運呢，就開始掃黃啦。小紅工作嘅地方呢，亦都受到影響啊。咁冇咗份工嘅小紅呢，意識到自己已經到咗27歲啦，繼續從事呢個皮肉生意呢，唔係一個長久嘅辦法啊。小紅決定要結婚啊，但係習慣咗月入過萬嘅小紅呢，又唔願意嫁俾低收入嘅人。收入好嘅人呢，又嫌小紅嘅年紀有啲大啦，於是小紅決定嫁去中國人均收入最高嘅城市啦。香港。皇天不負有心人啊！小紅一年呢就識咗個40歲嘅香港男人啦，對方嘅月入呢係足足有18000蚊嘅。小紅即刻用咗自己苦練咗10年嘅床技呢，將呢個男人呢迷到神魂顛倒啊！1年之後，小紅就有咗呢個男人嘅 BB 啦，同埋同個男人結婚啦。嫁到香港之後，小紅發現月入18000蚊喺香港根本過唔到咩好嘅生活，連住公屋都要同男人嘅父母逼喺400尺唔夠嘅公屋入面。2年之後，小紅終於忍受唔到咁樣嘅生活，就帶住個女啦，同埋個老公離咗婚啦。聰明嘅小紅一離婚之後呢，就帶住阿女啦，同埋冇收入工作能力呢，就為呢個極快嘅理由呢，就申請咗綜援，同埋輪到一間屯門嘅公屋。但係區區1萬蚊唔到嘅綜援又點樣滿足到小紅呢？小紅決定重租故業，喺深水埗一帶租咗個劏房，進行咗1樓1嘅工作。勤力嘅小紅呢，每個月工作25日，一個月收入係有5萬蚊嘅，再加上綜援嘅收入同埋政府對綜援嘅家庭嘅補助，小紅嘅收入呢，係離婚之前家庭收入嘅足足有3倍有多啊！小紅就係咁過咗中產嘅生活啦。小紅嘅女甚至轉咗去讀國際學校。2019年，小紅已經39歲啦。小紅發現自己1樓1嘅工作已經嚴重走下坡，冇辦法維持過往嘅生活質素啦。於是聰明嘅小紅發現咗自己比起樓下公園嘅大媽仲係有優勢嘅。計一計，每日收20封100蚊嘅利是，仲係可以維持到月入5萬㗎。於是小紅就成為咗我屋企樓下日撚日嘈撚住晒嘅大媽之一啦。完。篇潮文呢係嚟自連登討論區，網友呢個網名就叫做齊音 MK 妹，之後會介紹更加多唔同種類嘅影片。如果你係想繼續睇嘅話呢，就記得撳呢個訂閱，同埋想第一時間收到出片嘅通知嘅話呢，咁就記得撳埋側邊嗰個鐘仔啦。下條片再見啦。